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不少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人中龙凤，在读书的时候拥有较高的学历水平，毕业后顺利找到一份体面踏实的工作。哪怕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，父母需要为孩子们付出许多时间和精力，不少家长仍然对此乐此不疲。可一位已经63岁的王阿姨却表示，这些看似孝顺成功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啃老一族。这种新型啃老隐藏在完美人生的外表下，为父母带来了许多难以忍受的噩梦生活。王阿姨今年已经63岁了，运气不错的她在50岁的时候就顺利办理了退休手续，计划好好享受后半段人生。50多岁的王阿姨身体还比较灵活，退休后每天在家看书养花，还能腾出一大段时间外出锻炼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闲暇的时候，她还会约上已经退休的姐妹们一起出门逛街，用退休金购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商品。谁知在退休5年的时间，王阿姨的人生就迎来了转折点。55岁那年，王阿姨的老伴因为车祸意外去世，这件事情给她带来不小的打击。王阿姨的儿子担心母亲一个人在家触景生情，便贴心地邀请母亲搬到自己家来一起住。儿媳妇也十分体贴地表示，愿意为王阿姨腾出一个房间，丝毫没有嫌弃王阿姨的意思。看到这2个孩子这么为自己着想，王阿姨心里很是欣慰，便爽快地答应了儿子的请求。谁知搬到儿子家里后，王阿姨才发现儿子当初的邀请别有用心。王阿姨刚刚到家的时候，儿子和儿媳对她的态度还比较客气，热情地招呼她吃东西。谁知才过去几天的时间，2个年轻人就开始要求王阿姨分担家务，自己每天下班后只躺在沙发上玩手机。王阿姨的儿子和儿媳妇还有个2岁大的孩子，这个年龄的孩子古灵精怪，精力旺盛，每天都把王阿姨折腾得头晕眼花。可儿媳妇却像理所当然那样享受着王阿姨对自己的付出，有时还会将儿子生病受伤等事情都怪罪在王阿姨身上。就连儿子长大上学后学习成绩不好，都成了王阿姨的责任。王阿姨本以为自己搬到儿子家能够好好享受一下晚年生活，谁知现在却成了2个孩子的免费保姆，不仅每天过得辛苦又劳累，还要倒贴近一部分退休金。每次提起自己现在的生活，王阿姨都觉得有苦难言。外人总说王阿姨有个孝顺的儿子，年纪轻轻就已经成家立业，还主动将母亲接到自己身边照顾。只有王阿姨自己心里清楚，她每天日子有多么辛苦。她的儿子仅仅是换了一种方式啃老。虽然王阿姨的儿子在这件事情上有许多不对的地方，但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新时代年轻人所面临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，啃老生活似乎已经成为了大趋所势。以前人们的生活并不算太过富裕，至少生活压力比较小，每个人都能在工作后拥有一段享受生活的时光。现代社会的物价与房价一涨再涨，工资收入却和10几年前没有太大差别。就算是一个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年轻人，也很难通过自己的能力购买一趟正常大小的房产。有不少人不得不用工资中的一大半来偿还房贷，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和财富去照顾家中的父母。有一项调查数据指出，在这里相对发达的北京，人们需要在房租中支付的金额已经占到了他们总收入的60%。哪怕是一些房价不太高的2、3线城市，租房或者买房带给年轻人的压力也是不容小觑的。尤其是那些毕业后没多久已经组建了家庭，
开始养育孩子的年轻夫妻，更是需要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。当代年轻人都能够意识到工作的重要性，没有哪个人甘愿在孩子出生后选择回归家庭，年幼的孩子又离不开陪伴与照顾，选择让家中已经退休的父母来帮忙，就成了这个时代最廉价优质的选择。即便如此，这些年轻的父亲仍然要为孩子的教育与成长问题发愁，毕竟今时不同往日，教育孩子的成本也在迅速提升。70、80年代，想要养活5个孩子，只需要不到80元的工资就能满足日常需求。可在目前优生优育的思想观念下，将一个孩子顺利养至成年，让他们拥有中上等的教育资源，至少花费50多万元。这种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痛苦生活，让不少年轻人都主动选择了躺平。一部分人主动放弃婚姻与生育，宁可一个人保持高质量的单身生活，降低在日常物质上的花销。另一部分人则像王阿姨的儿子那样，将生活的一部分压力转到父母身上。年纪较轻的孩子或许会选择长时间留在家里，用备考读书等方式继续啃老。年纪稍大一些的孩子便是摆脱父母替自己照顾后代，解决日常吃饭和整理家务的问题。这些年轻人的表现符合心理学中的转嫁心理概念，这是一种应对压力的防御机制。当一个人承受着巨大的焦虑情绪，却无法改变现状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试着将自身的一部分焦虑和责任转移到其他人身上。当这种啃老模式成为社会的大趋势后，仅仅是谴责年轻人的行为已经无力改变现状了。对于现阶段的社会来说，真正重要的是尽快提高工资福利与工资待遇，让年轻人拥有更多的时间与财富，减轻他们心中的焦虑。相信到了那个时候，困扰广大父母的啃老问题也会得到缓解，这样不管是父母还是孩子的压力都会减小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